Hello， 宝宝们啊，老师这节课教你们水彩的识纹晕染。晕染它是很活的东西，没有什么规律可言。但是呢，我给新手宝宝们总结出一个公式，按照老师的公式去做啊。做什么样的识纹晕染呢？就是我拿个片片啊，这种非常高级好看的识纹晕染啊。来，这种晕染的话，它的步骤给你们列出来。用水彩操作。第一步，打底。打底啊，以透色为主，暖透的裸色系，透白淡青白色系，这种感觉。整体我们要让它清透、干净、深邃，打底的这个透色不打满。这是一个小窍门。第二，这个照完灯之后上磨砂封层啊。上节课老师也有讲水彩的使用顺序、注意事项、如何操作不技巧、怎么打底、怎么包，这些老师不再墨迹了啊。磨砂封层啊，然后上你要做的这个识纹晕染的彩色的主色调。主色调水彩，也就是说你这个是粉色的石头，这个时候上粉色；是蓝色的石纹，这个时候上蓝色，上它的主色调。主色调之后上珠光色。一定要这个主色调的色彩彻底干了，再去上珠光色啊。控水的技巧上节课讲完了啊，控那个水的恰到好处，它做完就干的恰到好处，怎么取水上节课讲完了啊。认真听上节课这个水彩的应用啊。珠光完事之后上裂纹，也就是你识纹晕染的这个裂痕，识纹这个纹。上裂纹。裂纹这个时候宝子们是最后一步，我们不能在裂纹之后再上珠光色呀，再上其他的颜色，你会把裂纹融坏融掉的。裂纹我们强调它有一些纹路要清晰干净，当然了，这是针对于小白呀，或者是刚学水彩的不懂的宝贝儿。你是大师，你随便。我整体做完之后，我感觉这个主色调颜色有点不够，再加一点行不行？行。你很有把控，你有创造力，你随便。但是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做，还想做出效果来，你就按我这个公式去走就行了啊。最后包底胶。水彩的注意事项，怎么打底，怎么包又怎么包边，上节课都讲完了啊。这个是咱们做水彩识纹晕染的一个公式。好，咱们现在按照这个公式，老师给你们演示一下啊。此刻老师还要强调一下一个问题啊，有很多宝贝在其他地方学习，或者是在网上看了一些老师的讲解，这个晕染的东西给划分出了 X 型、Y 型啊、人字形啊等等等等，Z 型，不要这样做，不要这样做，这会影响你的发挥，而且它把晕染框得太死啊。这个尤其上裂纹的时候是比较能够体现出这一个走向的时候啊，不用你一定要遵循这个什么什么型，因为我看到因为前些年的时候我们教学也用过这种方式，但我看到很多宝贝儿他那个裂纹其实随意的本来走的很好看，但是他之前设计的是 X， 他不够 X 就一定要走上 X， 好土啊，好丑啊，这个大叉打的好丑啊，还有这个像大闪电一样这个 Y 不需要，
咱们的这个宗旨就是不对称啊，不对称法则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废掉，真的不要学的这么死。不对称法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这个列文走向，它只要不是横平竖直，不是两条列文相对，像大格子一样，它只要是不对称的就可以爱什么行什么行。你恰巧一不小心走成了一个 X， 那就那样；一不小心走成了一个 Y， 一不小心走成一个人，无所谓，那就那样。总之，你不要让它上下或者左右去对称，就是好看的 ，OK 吧？很简单啊，不用追寻这个什么啊，那么土。做美业一定要有审美啊，宝子们。该给你们框框的时候，老师一定给你公式，给你框。有些东西就不要把自己框起来啊。好，这个底胶老师涂过了，先是第一步打底，打底我们以透色为主，不局限于非得是白色，它只要是透色就可以。但是巧的是，老师手边恰好有透白色啊，透裸透白都可以啊。首先呢，宝贝们啊，你的调色盘里点一点点 missing， 时刻保持你的笔非常的软润干净啊，看这样吧。但是笔上面不能真的占有这个透明的胶啊，不然会影响你取颜色啊。这个晕染蛋白胶，哎，我们取个半刷子，看到吗？刷子上一半一点点，甲面上局部涂刷。刚才说过了，不要把它打满，对不对？让它若有若无，似有似无的感觉啊。时而有地方比较深，时而有地方比较浅啊，就这样，云云雾雾给它铺点底色。好，照灯。照好灯之后，咱涂磨砂封层啊。老师说过，涂砂感的磨砂封层哈。这晕染蛋白胶啊，或者是说咱们做晕染的这种透胶，一定要很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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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种啊，就是薄薄涂，它甲面就会出现这种颜色可实可透的效果，我不用去找平它，所以直接涂磨砂封层就行。要甲面凹凸不平，我们还得涂加固啊什么的，你再涂磨砂封层，是不是把甲面就增厚了，对吧？啊，就让它甲面没有那个凹凸不平的这种可能啊，然后去照灯。然后咱笔记的第二步啊，什么取色揉色这些，上节课老师都讲过啊，老师不多废话啊。那这个主色调我就做一个粉色的啊，我就取这个颜色。那晕染清透干净，这个时候取色我就要它透一点的，取透色。哎，在调色盘上揉上去是透的，到甲面就是透的。这个粉色，我就给它淡淡的划了上。这是我这个石纹晕染的主色调，它是一块粉色的石头。这个粉色太浅了。来给它里面调点艳粉啊，因为水彩是可以调色的啊。而这个笔在这里去也擦一擦，它就干净了。加一点艳粉调进去，这时候就很艳了哈。哎，水彩就是可以随意调色的啊。粉色加橘色变成暖一点的粉色。
好，怎么调色，怎么取色，老师就不多墨迹了啊。这个棉片是沾了水的了啊，这个笔在上面，揉点水，做一个粉色系的吧。这个粉蛮好的，但是它有点浅。往里加一点点烟粉。好，老师之前说过，你在调色盘上揉的时候是透的，到甲面就是透的，对不对？给甲面上这个粉色划了划了，取水量就要适中，不干不湿的那种。颜色不会布局，宝贝们就对角线斜拉，死规矩啊，就按我这个这么做。以后你们厉害了，大师了，你随便咋做都行。一开始自己不会构图，咋做都感觉丑，老师咋做你们就怎么做啊，就这么斜拉就对了。看咱家水彩冰冰透透的，这个颜色这个感觉透亮干净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这个氛围感就出来了。其实我们这一步加主色调的颜色，加的又浅又透，就是要一个氛围感。它是一个粉色系的感觉啊，底下的打底呢又是冰冰透透的那种若隐若现的白，它整个感觉上去就非常的冰爽。好，主色调上完第3步，主色调上完第4步，珠光色，对吧？每上一层都要底下这一层干掉啊！按照老师在化妆棉上取水的这种方式，看到了吗？它上边不反光就是干了。这个时候就干了。洗笔的话，宝子们哈，这棉片不是湿湿的吗？在上面抹一抹就洗干净了。然后我们去珠光色啊，注入珠光色，让它这个晕染不灵不灵的。珠光色分为2种啊。珠光的话，它有偏光色，偏光色就是打光上去，它这都是没有色的。不打光上去都是没有色的，打光上去之后上颜色这是珠光色。还有采光色，采光色就是怎么样的呢？你打不打光它都有颜色啊。采光色是能遮住底色的，偏光色是遮不住底色的。换句话来讲，它是透的，它是实的都可以上甲面都可以上甲面。珠光色你可以放1种2种都可以。新手宝贝对色彩没有感知的，我就告诉你暖色系你就都用金色，冷色系你就都用银色，或者是浅金色，也就是说浅金色冷暖都打浅金色冷暖都打。那这种偏光的，这种不打光没有色的怎么用？你是什么主调就用什么偏光。比如说我这是粉调，我就用粉色偏光听懂了哈？是不是有人宝贝问什么是冷色，什么是暖色？暖色就是橘色呀、黄色呀、橙色呀、红色呀，跟红色能沾边的。冷色就是蓝色呀、青色呀、绿色呀、青蓝呐，这些这么划分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冷暖色都打的就是浅金来，啥也不知道我们就用浅金你这个整个很紫很红，紫色系很红的话，这种古铜色还有大金色都可以很冷的颜色你是蓝色的、青蓝色的很清浅的那种绿色等等，你就打银色、白色、黑色、枪色、蓝色，这些都可以。把我这个背下来就行了，把老师刚才说过的话背下来就行了好，我们就打这个浅金色好了，揉吧点，马上就出山了，是不是
这个珠光色不会布局的宝贝儿啊，珠光色不会布局，跟你的主色调相交叉就行。你主色调是这样的 ，OK， 我的珠光色就这么走。对吧？取水老师就是在那个棉片上取的，是不是？这样带一带。OK， 偏光色，如果你想加粉色系加粉色偏光，你粉色在哪儿就在哪儿加偏光，它会让这个偏光更亮，明白吗？老师不加那么多，以免你们觉得麻烦。珠光色加完，我这个取水的方法，你就是等那么一小会儿，它就都干了，看了吗？都干了吧 ？OK， 接下来加裂纹。对取水控水物，就是一开始就是把控很难啊，就是甲面就好湿了，等半天我才干。这样的宝贝儿，在此时隔离一层磨砂封层，再做裂纹啊。甲面都干了，隔离一层磨砂封层，再做裂纹啊。你要是比较有经验，比较有把握，像我这样一边做它一边就干了，这说明你对控水已经有一定的技巧了啊。你加裂纹也不会把上面底下的颜色溶掉啊，这个时候你就直接加裂纹就可以。好，加裂纹啊，粉色，我加这个颜色的裂纹。紫了吧唧的这个，笔太湿的话，在棉片的这一边蘸一蘸，这边很干嘛，对不对？裂纹的话，宝贝们啊，颜色要取的实一点。而且要取渐变色，老师在上节课讲了如何取渐变色吧？笔整个是打湿的，笔尖取颜色，对吧？你在调色盘上压下去，它是渐变的，你到甲面上就是渐变的。好，裂痕沿着你的主色调走，你的粉色不是这样子的吗？你的裂痕就这么走啊。取渐变色，是不是笔要压下去啊，才能做出渐变色？看到吗？看老师这个取水控水的量把控的，下边的粉色我完全都没有划掉，一边做一边这个裂纹就干了，看吧？能达到这个地步，你就中间不需要隔离磨砂封层，达不到就隔离一层磨砂封层啊，不用降啊，宝贝儿。咱打那隔离层磨砂封层啥也不耽误啊，就耽误1分钟时间而已。一开始的时候不要给自己为难自己啊。看到吗？层层叠加裂纹 OK 了。快不快？简不简单？看上去很简单啊，你自己要练一练。一旦你能做出这种程度，哎呀，晕染简直就是快速高级，让人望尘莫及的。刷刷刷，一会儿一个，一会儿一个，一会儿一个。而且你的顾客喜欢这种款式的，你真的就把它拿住了，他上别的地方都做不出来这个效果，没有办法复刻。你看老师这个裂痕的这个分布啊，很简单，你主色调怎么走的，它就怎么走就完了，就不会有错，知道吧？就不会不协调，不会丑，不会奇怪的。加一点点小裂痕。是不是 OK 啊？稍稍等一下，你看这里有一点点反光位置，说明它没有彻底的干哦。好了，干了哈。包之前注意一下有没有水彩没有包到边儿，有包到边儿的话，海绵搓细面给它带一下，对不对？哎，因为细面不会改变甲型。做人的时候就注意到边上你就回来，不要往边上扯了啊！我这是甲面。就是跟咱们涂甲油胶一样，两边留点距离啊。
OK， 最后用底胶一包。你这个泡完的上面有飞沫怎么办？用软毛刷扫一下，不要用带水的棉片去擦啊，因为你擦这点水的话，容易跑到这个磨砂封层的这个下面的渐层里边，它半天都不干，然后你都不知道，你包完之后以后该几层了啊。所以不要用水擦，这里我让你们用海绵搓去泡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用软毛刷给它扫一扫之后再包底胶啊。底胶包完再封层啊。底胶这个时候包好这个边缘，你看水彩它没有厚度的，多好看啊，冰冰透透的，是不是？很透的，看到没？哎，这样偷偷的上手上贼拉的馅儿了。好啦，宝宝们，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啦，下课喽，宝子们，拜拜。